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彤。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初选过关，谢谢。恭喜啊！来，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五哥好，大家好，恭喜建议哥。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颜值最高的五哥好啊，大家好。OK。来，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支持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立法院荣誉国三哥陈柏惟，辛勤工作，大家好 ，Thank you。好 ，OK， 好，要去跟你说什么呢？好，来，那宫中出大事了，各位，好，怎么样大事呢？这个礼拜才礼拜一，今天是礼拜二，这2天，中华民国在立法院，在民主史上发生了大概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2件事。第一件事，昨天你看到李珍秀跟内政部长之间的那个答询，然后包括不答不询，所有这些状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接下来出现的是在今天。在今天呢，在程序委员会里头，我们的一阵的表决，兵荒马乱之下，媒体的形容词叫没收表决。为什么洪小玲委员会没收表决呢？这一切，那在包括上空，简单问一句，是不是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前哦，当底下有喊异议的时候，一般而言是要用表决处理。否则的话，你就不用问了。就说反正议程大家都有意见，就大家发言都有意见，有意见我们保留送院会决定。OK， 其实2种方式，一个表决，一个是大家有意见保留送。但很少在进入有异议的状况，因为底下我们看那个立法院底下。大家都会问有无异议，底下一喊有异议的时候，你就看到韩国瑜底下有异议，那准备发表决卡，我们就表决。OK， 有异议的正常后续处理是表决，所以媒体为什么会用没收表决这个字？OK， 好，那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因为这2件事情为什么会是大？李珍秀这件事情，当然要看最后大家讲说中选会委员。好，那如果要交接完以后，那接下来呢，4月17号以前要决定到底是不是要提当选无效之诉，一个诉讼打下去，那其实李珍秀任期大概也差不多了。OK， 如果讲1年来算这样的一个任期的话，可是重点是在这件事的深水区，为什么以前国民党这么多年，国民党不提像这样的委员，然后过程当中如果一路再往下的话，牵扯到两岸之间、两国之间所有这些论调的时候，会不会真的是深水深不可测呢？另外这件事情就是在国会里头，当然蓝白在多数，但是在这次的表决会里面是在少数之下出现这个情形，让你看一下，包括李珍秀这件事情，那李珍委员当然你说像黄昌是民众党主席，针对这件事情，李珍秀对空气质询，他有提出他的一些看法。刚才上空讲的那个在现场委员会的之间那个乱的状况，也让你看一下，来。当初如果民进党认为李珍秀不合格的话，我就简单问一件事情：那为什么2023年你要让台湾民众党认定他有当候选人的资格？你不是应该在2023年的时候就认定他不合资格吗？赖清德就是要拿陆配当提款机啊，用整个国家机器在霸凌他们。赖清德总统，我不客气的说了。他也只敢躲在层层的保护背后，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否则真的要依法论法的话，赖清德，你有胆出来公开辩论吗？请问对于蔡春琼委员提议有没有异议？有异议哈。那么本次院会的议程草案内容呢，因为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所以我们就原力将本次的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那接下来就进行宣读人民请愿案。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大家看一下，现在在野党只有8个人，然后主席就决定不表决。我们刚刚已经说有异议了，到底是可以怎么荒谬到什么程度啊？洪小玲。来，这里面有2位，一个是阿苗有找过黄昌主席辩论嘛？排在我前面还有好几个。还有好几个，对不对？陈坤啊，王义川啊，我们都在问那个号码机在哪里，因为他说要抽号码牌，现在还没公布那号码机。还有陈柏惟，你不是也讲过？没有，他没有资格跟我辩论，要的话约格斗。我只接受王国昌格斗。OK， 好，那一个是在辩论上面，阿苗有接黄昌要找人辩论了。来 ，Thank you。立法院委员会你开过嘛？对不对？刚才那个委员会的那个状况，来跟大家解释一下现场那个状况。如果你们一般，因为刚才应该是陈培宇委员吧，直接在镜头前面大喊的是，请大家看一下，那只有8个，因为显然8个对9个，那也就蓝白人数是少的，因为葛如君委员不在。
所以那现场的状况呢？你自己开委员会。好，一般来讲，像这种开会的情况，那每个议案它有异议的情况需要表决嘛，不管是他在发言啊，或者是提案的过程里面。所以刚刚听到有异议的时候，理论上要进行表决。那如果不表决，技术上可以怎么做？赶快找人打电话给葛如君嘛，休息嘛，好啊，然后大家就不好意思啊，这个时候民进党一定会讲说怎么刚开会就休息啊？不管，反正我是召委，我最大，没有看过直接没收的啦。那从这个结果来反推，他们这一个会期，就是说这4年任期，他们的政治目标，其实就是不让民进党通过任何的议案。这个不是我随便讲，你回推过去发生过的几件事情。也是翁小玲本人，他在年金改革的议题上面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他忘记设定回溯的日期，什么时候开始？那根据法律是总统颁布3日后实施嘛，所以他的这个年金改革案实施下去，就发现没有溯及既往的情况下，还动员了军警这个出来做抗议。这件事情，我们看当时的新闻，其实沈伯洋等人是有跟他建议的，你没有日期就会出事啊。他们民进党不是放着让他说，你出包了不然你自己通过，他们有建议。可是问题不是，当然不是洪建英，我让洪建英看我吓一跳。但是问题，当时国民党是怎么反应的？一字不改，只通过自己的版本。这也不只是他的状况，包含当时国会扩权法案的时候，黄国昌的提案有多荒谬，包含当时在提所谓的财划法的时候，吴秉叡是不是有去教江启臣？那个预算不对啊，你这样子删都会删到变负数啊，不就变成行政院还要拿钱出来补国库？所以这些荒谬的行为，你只有一个结论，精准的结论就是。国民党这4年不会让民进党通过任何一个案子，即便是民进党提出来的案子，他们也会以修改制什么德英1年改1年半用各种方式。那这个是多数政治、民主政治，这个无可厚非。那但是今天却出现了一个连基本规则都破坏的。你知道，如果前面的讨论因为时间的推移，或者是新市政的发生，不管是在法院的判例，或者是在立法院里面在这个制定法案的时候，我们设置1、2、3读，中间还有党团协商冷冻期，就是知错能改的机制。意思就是说，好，即便今天发生了各种状况，比如说今天葛如君没来，投票的结果是通过了民进党的东西，那他也不过是第1阶段而已，你后面还可以否的嘛？所以沈伯洋马上就在当下发文说，其实我们有过去要跟翁小玲讲说，即便今天通过了，你后面还是可以怎么样再投票把它否掉嘛，或者是再改成你们要的东西再推进去，这个都很正常。所以翁小玲今天的行为破坏的不是他制定的国民党通过只能为国民党通过的目标，他破坏的其实是长久以来立法院制定的游戏规则嘛。那即便后面都有这些所谓的防呆机制、防错机制让你否，但是他们设定的目标是一个都不能过。好，那这样子的话，傅崐萁需要的不是立委，傅崐萁需要的是听他的话的人，或者说国民党现在制定的目标需要的不是什么法学博士啦、什么领域专家、什么 AI 专业，不用，他需要的是大概进化到单细胞生物，能够在是非题里面选是的就好。是否支持国民党所有法案？是啊，眼睛闭着，3000亿、8000亿是。是否否决民进党法案？是。当然，如果今天人数不足，哇！新的问题突然不知道怎么办，那不然今天不要开会了，这就是翁小玲的反应嘛。那另外一方面，那沈伯洋曾经要去追，沈伯洋去追，你知道对我来讲是这样子啦。反正现在立法院国民党蓝白多数是既定现实，那么能够既然国民党要推的东西，就大家把它修好就好，即便是今天的状况也一样，就算投票通过了之后，后面还可以防呆回来。但是沈伯洋去是要跟他们讲说，这个可能这些东西可以改，那些东西可以写怎么样？而且沈伯洋他都会把所有的条理逻辑写在脸书上，跟老百姓报告嘛。可是国民党很奇怪，他为了要通过自己的东西，他都连听都不听。今天更荒谬是落荒而逃，人家来告诉你解决方案，你落荒而逃。你知道什么情况会这样子吗？就是欠钱的遇到债主啦，翘课的遇到老师啊，外遇的遇到原配啦，大概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做坏事的人才会虚心绕跑。你多数你干嘛跑啊？你即便是叫其他人来过来到家丢名等葛如君回来，这样也可以。他都不是他们多数党绕跑，这在民主国家是多荒谬的事情啊！这个只是在委员会呢，未来会不会在其他的地方有更多的这个市政？总之，这一切的事情当然翁小玲是这召委的，是该委员会召委，他要负一定的责任嘛。不过韩国瑜我真的觉得辛苦你了啦。
就是韩国瑜其实在年前年后都有跟立法院同仁喊话，包含跟赖清德见面，包含国防军购或是关税的议题。可是现在双手一摊，那傅昆萁就想说啊，反正美国都不给我签证了，啊，我就一方面的倒向另外一边啊，然后把立法院搞成这个前所未有的样子。我觉得翁小玲的行为不是对不起谁的问题。翁小玲的行为不是对不起谁的问题，而是整个立法院这30几年民主化的游戏规则建立啊，被翁小玲证实，只要我是多数反对民主的人，我是可以破坏民主规则。OK， 明显等一下一次做回应。来，一下我先请教一下。好，第一个，那一般啦，我听到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民进党有一些委员朋友就直接讲说，以前讲叫多数暴力啊或什么，但没有办法，民主常态就是多数举手就是赢嘛。他说怎么会出现少数？他们用的词叫少数暴力，就你人少，然后结果你还是这样。好，那即便这样子，那但是国民党团就跟你讲说合法合规啊，他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像刚讲李珍秀在昨天的那件事，也是史无前例的，反正一个上来，另外一个不理不答不询，然后就是这个样。而这整个状况，李珍秀这件事情，它的水深到，因为它牵扯到两岸之间，包括会不会涉及到两国论的问题，会不会涉及到这些。但你会发现，从柯文哲到跟黄昌每一个人，第一个。今天是要辩论嘛，对不对？找赖清德辩论。第二个，赖清德就是要拿陆配当提款机，意思就是你就是要糟蹋这些陆配，所有这些用这样一些方式，现在整个论述都会变成这样。至于李珍秀这件事就要解决，跟大家讲，如果民众党不换人，那就是遥遥无期，因为最起码要等到中选会啊什么的一路往下啊，不是吗？对，整个国会啊被白人就搞到了乱掉嘛。昨天翁小玲不是召委哦，他是临时被推举出来的主席，而临时主席你应该更尊重委员会的所谓的多数决嘛。你国民党你少了一位，你就赶快你休息一下扣人嘛，不然的话你就应该让他进行表决嘛。表决输了，说真的，国民党也可以到院会里面再翻案回来，或者在朝野协商里面去调回来嘛。但是他今天的理由竟然说朝野没有共识，什么时候程序委员会变成太上的朝野协商了？哎，拜托好不好？翁小玲不是韩国瑜好不好？你是所谓这一次推举出来的临时主席，你不能代表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说朝野协商没有共识，这句话怎么可以从一个临时主席里面说出来？所以这件事情讲白一点，翁小玲要跟大家道歉啊。另外一个夸张的地方啊，我从来没有看过当助理那么久啊，助理可以跟委员咬耳朵啊，在备询台上，我们通常做助理的要跟委员咬耳朵，都在台下的时候，我们呢还要躲起来，躲在桌子背后，不可以被摄影机拍到。我们你是助理，是党团主任呢？啊，赶快嘛，去走力啊！党团主任他这都叫助理证。我也是做过主任的啊，都是助理证，好不好？都是助理。我们看到都是官员有人在咬耳朵，他不是啊。立委有人咬耳朵，他如果说他比较大，他就要备位立委啊，他是排上来。这个李珍秀如果下来之后啊，陈志涵就可以上去。我直接讲了，民众党陈志涵，你那么想要质询，你干脆把李珍秀干掉，你直接上来就好嘛。为什么还要搞到一套说你去咬耳朵讲这个标题啊？这个标题他还。我觉得他讲不完整啊！喝台湾水，吃台湾米，我们都是喝台湾水、吃台湾米长大的啊，官员也是啊。但是为什么李珍秀喝台湾水、吃台湾米，但是却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来做中华民国国会的立法委员？这才是大家要质疑的问题嘛。而唯一可以处理的是谁？唯一可以处理就是你柯文哲啊，你把他干掉就好了。但是柯文哲呢，我直接讲。这个是他2019年，这个我要特别讲一下，用民众党成立的时候，这个我还在啊，我要大闹国会啦。柯文哲的战法就是天下大乱啊，那个形势大好。柯文哲就是要国会乱，就是要整个行政部门的这个民进党跟国会这个国民党乱起来嘛。因为现在立法院里面，韩国瑜认定陈志涵在司法裁定之前，他具有立委的身份嘛。但是行政部门必须依法行政，他已经认定你就没有放弃户籍，你就没有放弃国籍，你就是先生女士，你就不是立委，我就不能接受备询嘛。但是柯文哲啊，
我要大闹国会，就是要让李珍秀进去立法院里面去闹你们行政部门跟立法院的之间的矛盾嘛。另外还有两岸之间的矛盾。如果李珍秀继续做这个立法委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国台办会怎么说？你看，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啊，可以当中华民国的立委啊，表示你们是我们一部分，这不是进到两岸的深水区吗？所以李珍秀这张旗子啊，其实是民众党知道，他们内部民调，包含他们内部人都知道说，你李珍秀如果当这个立委，会对民众党产生非常重大的伤害，而且民众党也因此从上个月的15%，现在掉到剩下9.8%嘛。黄国昌的民调也掉，为什么他还要这么继续干？他其实就是要大闹国会，把两岸关系也好，把行政立法之间的关系也好，把蓝绿之间也好，全部搞混掉之后，然后他才可以有机可乘嘛，才可以赚取他个人的声量跟政治上面的利益。这就是柯文哲在成立民众党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会不会达成？我觉得李珍秀会继续闹2年，但是最受伤的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民进党，是你们民众党，因为所有的民众都看得很清楚，大家不能接受一个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的人，一个共产党把他父母照顾很好的人来当我们国会立委。OK， 来，明显我们分2部分哈，先请教第一个部分，就是刚才讲到 ，Thank you 直接说，翁小玲委员在委员会的那一段。Thank you 的定调是觉得那是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要让整个现在的执政党在立法院里面一个案子都不要让他过，是这样吗？如果一个案子都不过，上礼拜人事案表决中选会游盈隆怎么过的？我刚刚特地查一下票数，112票，应该是韩国瑜没有投吧？所以多数其他都投啦。所以只要法令包括行政院提出来的合理，那包括人事案合理。变成说蓝白就完全杯葛嘛，所以光人事案就可以通过。我觉得只是一个缩影啊，就变成说朝野对立的一个僵局。不论是李珍秀的质询，不论是翁小玲，我特别看，因为程序委员会最主要是排院会的那个程序而已嘛，把案嘛，所以你进入那个大会才有一读复委审查，那是排他的次序而已啊。你说啊，那个顺序有重要性吗？那我看翁小玲是讲的说他是原力嘛。那我请问一下，原力啦，从12月2号经过条例在那里面，然后那个草案争议一路表决，那在表什么意思？对啊，所以我说那个重点说，当然程序很重要，那程序排到大会去是这样子啊。我就也不是说一定说在野党一定杯葛，因为翁小玲讲说不重要，干嘛一定要在这时候就是？对，我觉得怪啦，因为我觉得今天我过去跑新闻，对呀，你跟上工都跑过立法，就这种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在这。中午常常去顾程序委员会，程序委员会老实讲，除非重大的案子啦，要不然程序委员会老实讲很无聊，因为他主要的主战场是在大会啊，大会包括复委要不要复委，然后甚至要不要进入2读、2、3读是在大会还是比较重要。我觉得这是 Thank you 为什么觉得说那个目的就是要彰显让所有国人看说一个案子都不让过的原因，就是你也知道这个它就是一个排案子，它就很无聊，没有什么一定要摆在这个地方决战。可是他你说连这么小的你们都不让过，这个是这意思吗？我觉得凸显目前朝野互不信赖。你说执政党怪在野党啊，说 Thank you 刚刚讲说什么在野表决都是啊，把变成说所有在野党立委都变成单细胞动物，这讲的不公平啊！没有，我没有说我是说傅昆萁的指令。你看光游一龙这个变成说民进党那50票也是那个单细胞嘛，所以不能这样讲啊。第二个，你知道？现在变成说行政立法院通过了法律，行政院不跟你遵守啊。我觉得现在记者很辛苦。我跟上官大概比我资深了20年。我们在跑立法院的时候，差不多了。第4届开始嘛。我们以前跑新闻，程序委员会我们常去啊。跑新闻嘛，2、3读怎么样？你有跑过不附属的新闻吗？我也没有跑过不附属啊。你有跑过不附属的新闻吗？我也没有跑过不附属啊。结果立法院通过了那个案子，那议案，行政院包括广播卫星电视法啦，还有财划法啦，帮他不附属啊，不跟你编预算，不跟你不执行。我真的没有看过立法院、行政院是这样互动的。所以当执政党可以怪在野党的时候，我所有案子跟你交土政策，在野党认为说我立法院3读通过的案子，你行政院一样不甩我啊。所以连老柯也讲啊，没有不附属的空间，一样啊。我过去当记者大概上工了1半而已啦。我也没有写过不附属的新闻啊。所以你说
那个三 Q 讲说，那个在我们跑程序委员会的时候，没有写过这种说，要交付院会的这种新闻，就说不表决的新闻。所以立法院现在很多情况是变成都不是说特例了，变成首例啊。可是慢慢首例出来，我凸显说，现在朝野互不信赖，变成说双方好像在焦土战略一样啊，这是好事情吗？当然不是好事情啊，只是说现在谁要退让？变成很奇怪，以前的情况没有出现，现在情况很多变成这样子嘛，所以 Thank you 讲啊，你讲现在总共5案不附属了啊，这几万状，连老客讲没有不附属的空间了，所以变成说李珍秀质询。我会觉得是这样子啦，像民进党的李博义当召委的时候，我要讲清楚哦，是民进党的李博义。对，民进党的立委李博义，不是台北市议员国民党的李博义。对啊，变李博义，台北的李博义，他办公室电话接不，你哪你阻止李珍秀上台质询，就变成会有这个困扰，就说当民进党的。当召委的时候，李珍秀就不是立委了啊。当国民党立委要先想说，下礼拜他当召委的时候，他就要让那个李珍秀上去质询，就有质询权。如果下礼拜变成内政委会召开的时候，李珍秀上去质询的时候，那下礼拜是哪一个那个部会那个答询了？那部长，譬如说那个刘世邦内政部长，他到底要不要上台，还是继续坐在那里？如果他坐在那里的话，廖先良当召委，我跟请你部长上台质询，那质询他可以不回答吗？所以现在变得很奇怪，就是说。当民进党在当召委的时候，李珍秀就不是立委，他就没办法质询立委的职权啊。当国民党的立委当召委的时候，就变成李珍秀就有立委职权。这个大家有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啊。如果民前刚这样讲，来上公，那你被他资深20年嘛，他说的。那这一段如果一路往下走，刚才其实民前讲到，他的重点是在上公，这是朝野互不信任到了极致，就会变成这样吗？以后大家永无宁日就这样干。然后包括刚讲李珍秀这段，李珍秀这一段，接下来呢，其实明天点了一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在问的，昨天是因为是民进党的李博义委员嘛，所以他会直接讲说行政院的态度也已经很明显，所以你们可以不用这个。国民党的廖先祥也已经直接讲放话了哦，如果要是像翁小玲委员如果是当的话，应该也会是这个态度吧。如果要是主席就是说，来这官员依法请你上来，接下来你上好了，你说我上来我就不讲话嘛。他如果讲说，请你回答或什么，当主席不是李珍秀是主席，如果硬是要这样的时候，立法院又会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个朝野之间对干的局面已经到了真的是极致到大家不只是对撞而已了。你有见过吗？他刚才说朝野不信任，朝野不信任是在今天的程序委员会才发生的吗？举例子就好了。民进党每次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就是要加列军购特别条例有异议表决。还记不记得曾经9比9翁小玲投票，然后民进党当主席的时候，直接10比8碾压过去。有异议，为什么那时候表决？那朝野也不信任啊，朝野不信任是今天才发生的。更不信任。不是。我问你，翁小玲当主席的时候有没有投过票？有啊，9比9投过啊，对不对？其实就只有一件事嘛，投票输很难看，对吗？这有什么难看的因为我投票输的话，我到院会还可以翻案。对啊，好，那个程序委员会确定的意志到院会不是定案哦，院会可以啊。那有什么好难看的？那就是不是民进党难看了这么多年了，如果这样从2024开始，不是民进党本来就少数嘛，所以我输叫正常嘛。那国民党多还输，国民党多数输很难堪呐，所以不表决直接说原力。刚才也不是协商，是主席指示才是。朝野有意见，所以我送院会进行处理，原力办理什么原力？那以前有异议的时候，从12月2号军购条例在程序委员会被表决以来，几次了？你原什么力？而且在这几次里面，翁小玲有一半是主席他都表决，今天就不表决，就人数输了嘛。表决下去一定难堪嘛，国民党多数还输嘛，超意的超意什么超意？超意，你不要解读翁小玲的内心的超意了。他说原力嘛，因为原力如果在委员会没有共识，送大会也是一样啊。反正到大会也是。你举一个程序委员会，每一次底下喊有异议的时候，就说有异议送院会。你举一个例子给我听。
那你比我资深20年，可能会举得出来。12月2号军购条例在每一次程序委员会，每一次有异议，每一次表决，什么时候有直接送院会过？而且9次里面，翁小林当一半的主席。而你现在，你那时候不说你们人数多的时候有异议，翁小林当主席的时候就表决。程序委员会。我跟你讲，程序委员会那个几乎没换什么人呐，就民众党从刘书斌换成了那个另外的啊，就这样而已啊。那这个情形就只能说很少见嘛，少见，很少见嘛。就你也同意很少见，你还惯例？你刚才也说很少见，什么时候又变惯例？惯例是常见他自己也说很少见啊。你刚才又说惯例，新闻的时候没有看过嘛？你有看过吗？好，然后李珍秀的问题李珍秀它会变成立法院一直变成很复杂的问题，一直很复杂的问题。你看，顾立雄说了这个行政议题，对，民进党团当然也不会。他上去质询也不会叫官员上来，然后民进党的召委，现在换就变成2样情。国民党当召委的时候，他一定请部长上台。当然，好，那部长要不要上台？还要鞠躬哦。对啊，这变成一个问题因为不是李珍秀请你上，是主席请你上主席要上，一定要上。包括李珍秀未来在院会总质询的时候，请院长，如果主席是院长韩国瑜，请。行政院长，行政院长上来，要不要上来？要上来。好，那上来以后，李珍秀在那边问半天，然后你就看到那官员就在看天花板，当没听到。然后李珍秀如果说主席，请他回答，如果主席在上面说，部长，请你回答，要不要打？要不要打？对，要不要打？你要讲要不要打你不能问。请问一下，如果不打呢？不打，请问一下不打，我弟弟说不打有任何罚则，叫法律的是这样，如果没有罚则，法律土法不足以自行，然后没有罚则等于没有法律。请问一下，如果要是我不打呢？这就会僵在那里呀，对吗？僵在那里，就久而久之变成什么？2个院长的问题，主席跟部会官员的问题，因为变成我是主席，我请你打，我不打，然后说他不是，他现阶段不是立委，那如果主席跟你说，我们立法院认定他是立委，你给我打，我没有意思哦。如果他不打，时间暂停，就会停在那里，就大家全部人都在这，那还是没打，你时间暂停，他还是不打嘞，继续暂停，那直接到下午5点半直接散会，直接散会吗？然后后面的也都不用。那我在想后面国民党的立委质询什么都不要质询那我在想后面国民党的立委质询什么都不要质询全部都不要质询僵在那里，那后面都不要质询那以后只要李珍秀上台，那就告诉大家后面的人都可以回家了，僵在那里嘛，所以我说它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问题，没完没了的问题。那后面国民党为了要民众党那8票站在一起，朝野激化的程度会更高。上空刚刚讲，你直接讲了，就是如果这样，大家就 hold 嘛，就一直僵在那个地方，就僵在那个地方，就一直这样，对不对？只有委员会也对立，到院会也对立啊，咨询也对立啊。因为那天昨天是李珍秀僵了5分钟以后说，因为后面还有人要质询啊，还有人那个委员会还有人要上，所以然后他就干脆对空气质询。可如果大家真的对干到了尽头，因为包括那个刚才讲陈哲翰在旁边，还有这个标题要念一下，我讲台湾变台湾剧啊，所有这些，你不知道会不会党团上去跟他说，就盯着，你就盯在这个地方，看他们能对你怎么样。我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样。阿苗，接下来出现就是这个情形了。如果万一这样，好，现在不只是我们这样。港媒是不是有直接讲说那个民党就直接讲执政党跟黄国昌讲的有一点类似啦，反正就是在操弄这些，然后包括抗中保台、操弄这些所有议题，这些词全部都出来了。
其实刚听大家前面在讨论哈，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要这样干？我听了心里觉得蛮无奈的。你看中选会人事案，当时明明就是已经瞧好了，蓝绿白都有推荐人选，那赖清德也把这蓝绿白推荐的全部打成一包，把他提名了嘛。那按照一般政治正常的道理，今天国民党一直叫赖清德要朝野和解，他说好，那我把你们的人选也放进来，全部提出来。那立法院该做的就是说，虽然是个别表决，但是基于一个诚信，我让你们全部同意嘛。那你去看投票的记录哦，为什么游盈隆112票全票通过？因为民进党在党主席一声令下，赖清德一声令下之后，民进党票入柜。阿苗那个时候媒体上有报道，民进党里面有一些委员其实对有意见，对他是有意见嘛，对，有意见的。但是没有办法，大家还是投嘛，因为大家瞧好了，7个人民进党全部投同意了。这个是总统要递给反对党的橄榄枝嘛，所以立委有再多意见，他都要听他这个总统。可是你看最后蓝白怎么样？蓝白的人选通通过，绿的人选通通封杀。因为提名的时候是蓝绿白各提331，对，也就是蓝白4席过，对，然后绿营3席，然后就是你们绿营的票，对，50票。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现在蓝白他想要激化对立，简单讲就是这样啊。你叫人家递橄榄枝，人家递给你，结果你改剩脆配，这会不会激化对立？绝对会。那蓝白为什么要激化这对立？很简单嘛，因为年底选举要到了。现在郑丽文这个样子，你不激化对立，你要怎么催票？对你一定要这个对立起来，然后最后蓝营的选民在打倒民进党的大旗之下，通通含泪归队嘛。这个是策略。所以李珍秀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白营他不会退的，因为除了李珍秀之外，请问白营有什么梗？没梗了啊，黄国昌也没梗了啊，柯文哲即将要没梗了啊。除了李珍秀之外，白营现在有什么议题？他没有了嘛，所以他绝对不会在李珍秀这退，而且他一定要激化对立。包括为什么陈智汉要咬耳朵？这个陈智汉是 MVP 啊，因为他一出场之后，把所有的新闻焦点都集中在他身上嘛。为什么故意要说你把那个标题念一次哈？一定要强调喝台湾水、吃台湾米，因为他要把这个东西激化到说你民进党在歧视我们中配嘛。可问题是，今天真的是歧视中配的问题吗？只要讲一个很简单的，我们不让李庆安当立委，是因为我们歧视美国人吗？不是吧？我们没有歧视美国人，只是我们双重国籍不能当立委嘛。那接下来，我同意大家刚分析的，下礼拜换蓝营做内政委员会召委的时候，李珍秀带上来，他叫刘世芳，那蓝营的这个召委一定会请部长上来。这个因为他们蓝白是合作的嘛，那请部长上来之后，刘世芳部长的应对变得很重要。阿苗，来这句话解读一下，因为下礼拜应该是国民党廖先祥委员，他讲了，他没有办法强制官员到底要不要上台，但是他当轮值召委的话，会维护立委应有的责任及义务，就是他当召委会让立委呢也要维护他们的权益啦，所有这些，那要怎么做？没有，这个廖先祥他现在还在等指令啊，他在等党团告诉他要怎么做。怎么做？实际上，大概几种做法，最强硬的说请刘世芳部长上台嘛。那刘世芳部长如果一直坐在下面，那最惨就是大家僵住啊，来时间暂停，我们现在全部等他啊。但重点是，不论蓝营怎么做。绿营的政务官，现在每一个人头脑中应该都要有意识，你要去想，我现在的言语跟行动，如果被剪作短影音，会被怎么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啦，我很无奈，因为我们也不喜欢短影音当道，但是现实如此。你在短影音上怎么被呈现，它会影响到的是后续人民怎么诠释跟解读你这个争议嘛？包括今天这个李珍秀的争议，从头到尾。白营包括从柯文哲到黄国昌到他们这些陈智汉这些人，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念经一样，就讲一句咒语说：难道中配没有参政权吗？这句话是 nonsense。中配有参政权，只是双重国籍不能当立委，就这样子而已。你要放弃你原来的国籍嘛？问题是为什么他们要一直重复、一直跳针这一句没道理的话？因为他们想要定调在这里。那现在问题是说，对于民进党绿营这边而言，你要把这个问题定调在哪里？你不能被别人定调嘛。就对我来讲，你一个政务官，如果下一次这个蓝营的这个召委逼你上去，你坐在那边跟他僵住，那你在短影音上一定很难看。但是如果你上台，你站在那边，你嘴巴又闭着，你一定又被乱剪嘛。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只能回复一句话，只能重复性的回一句话的时候，那你这一句话，人家把你剪掉也不是，不剪掉也不是。
那你要讲什么？这就是重点，那个就是决战点了。当刘世芳他如果说真的被蓝营的赵伟逼上去，他要开口的时候，他那一句话讲什么？比如说他一开口讲说，我们内政部认为双重国籍不能当立委，他也可以从头到尾就讲这一段啊。这个李珍秀问他什么？他说我们内政部认为双重国籍不能当立委，这个时候议题的主动权又会拉回来。那我觉得其实民进党他执政2年来最欠缺的是他没有在想他要主导什么议题，所以经常啦议题最后被主导，好事都被讲成坏事，得分的都被讲成失分的，然后有道理的都被讲成没道理的。那照这样讲的话，我们台语有一句哈，做个老官好难嫌个老奴，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做到流汗，人家还要嫌你脏，嫌你有问题？因为你的诠释权出问题。OK， 所以你看中共很积极在带风向啊，这是香港港媒也加入啦，直接中共定调舆论批台当局歧视，他们现在就是要扣歧视这2个字嘛。那人家在扣歧视这2个字的时候，你能不能讲清楚说不对，这不是歧视，这叫一视同仁？他们现在就是要扣歧视这2个字嘛。那人家在扣歧视这2个字的时候，你能不能讲清楚说不对，这不是歧视，这叫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从哪一国来的，只要你有双重国籍，对不起，就算你是美国来的，就算你是川普的人，你有双重国籍，我也不能给你当立委。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不然你被定调做歧视的时候，搞不好这变成白营他的反攻的起点啊。你们到底现在接下来要怎么样去讲？刚才阿苗讲，好，我们这样讲。他的如果要是你讲浅水区一点的话，他就是讲说，包括你们就是歧视陆配、歧视中配，然后这些。那如果讲浅水一点，那个就是票，那希望能够拿到包括所有的陆配啦，算起来连家人大概100万票，所有这些。可是更深水区就是当黄昌跟柯文哲一直不断指着说，你们有本事你就公开说陆配、中配那都是外国人，有没有这样？因为这句话一讲，赖清德绝对不可能讲这句话。左荣泰不可能讲这句话，因为讲出来以后，很明显的把大家长期以来一直讲的两岸之间那个模糊的地带，全部公开拉上台面。那你们也扛不起这些。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刚才义善拿着那个柯文哲2019年说他要大闹国会，接下来你们就坐在家里面看着人家这样吗？你当家你们到底该怎么办？其实我应该是讲，到底是香港陆配上出来第一刷大家讨论，那不就是你柯文哲跟黄国昌嘛？现在在耍嘴皮子，一直说民进党在不尊重陆配等等。其实民进党现在是当家执政，那当家执政最大的问题就是依法行政，国基法它就是不具所谓的立法委员资格。那所以内政部现在拒绝备询。好，那这个待会我们来讨论。所以我在这边还是要讲一件事情。回到原来的重点，到底谁把陆配拿出来刷他的存在感？不就是黄国昌跟柯文哲？那黄国昌就到时候说赖清德出来辩论，黄国昌你拜托你快过来去找公庙的行程呐，你赶快去跑你新北市啦！你让邱明玉输了多少牛肉面吗？有可能会输掉呢。所以拜托你卖个底下下面的赖清德有的没有的。其实我说真的。那个法规委员会起，大家去都是一个资深的去到好了，送委副委好，同意没意见，同意没意见，凑人数的。那今天在法规委员会，其实我必须要讲，程序委员会媒体里面有报道，他们之前都有协商过了。我们最后面表决，那是因为葛留军没来呢。你召集人，如果你不要慌掉了，你卖惊掉啊。你就很简单，好，那这个东西我们待会还有委员刚才打电话来，我们尊重委员的权利，我们稍等一下，这都可以公开的讲。可是他完完全全荒掉了投票减一票，不管副委以后未来怎么处理，但是最起码你把这个东西没收，这叫开恶例。那我讲说，明显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善意，我们如果真的要瘫痪民进党，其实我说真的，从去年的财划法开始到现在，前年，其实某部分就很清楚了，他们是要瘫痪我们的内政啊。我讲这样是可能比较重的话，从头到尾哪一个法案真的愿意让你，包含国防、包含内政、包含地治法，什么法都一样。我讲一句实的，这个东西
包含中选会，明显讲中选会提名，他只投他自己要的人啊。那你有释出善意吗？好，你讲到来说，李贞秀到底演谁看？我说真的，他演给美国人，演给柯文哲看，也演给中国看。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李贞秀你在中国大陆你是什么身份？你是比一般的市民呢？一般市民，习近平还会派人去你家关心，无非就是在演戏，演给谁看？演给所谓的美国人。你看看我们中国的人民到了台湾所谓的国会，还可以质询部长你看看我们是国内的事，所以你美国不要再干预我们国，不就是这样一个大外宣吗？那你讲到演给柯文哲到底承诺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柯文哲从他提名李贞秀到现在，其实从头到尾就准备演戏。最后面我应该是讲说咬耳朵这件事情，我真的当了民意代表20年，我没办法接受。重点你看到那个影片，咬完耳朵以后以后你们仔细看，大家都只看到咬耳朵。好像看起来是高金素梅在咬耳朵，那你看他站在旁边不走这样哪一个助理能站在委员质询？我今天我们的议员那个开会期间，助理都不能进去，都还要叫议事人员拿资料给他，不能走进去。你的意思说站在旁边有监军的味道吗？不要说监军，这已经违反了议事规则。他在表现他有当立委的实力。还有，那就赶快让他当立委最支持陈志涵取代李贞秀了。陈志涵，你是一个党团主任。就算要递资料，用写纸条就可以了。李贞秀看不懂，他是跟麦玉珍一样看不懂国字吗 ？Thank you。就只有你有那1年的立委资历嘛？1年多1年多，好吧？那你也有那刚当立委的那个比较深任期，理论上也有那个10个。那李贞秀还在洪昌的办公室当助理，那时候他当办公室当助理，也当了大概1年多还是2年左右。所以你看到那个咬耳朵那些的画面，或是那所有那些过程，你自己走过这一段，你会怎么看？跟他们的体制就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是选区民选出来的，所以就像民主政府应该为全体人民负责，那民选的立委当然也应该为选区的选民负责，而不分蓝绿嘛。但是在不分区的这个制度它充分的提醒我们，当党职大于公职的时候，在各位的嘴里是助理。在他们眼里陈志涵是主管嘛，是长官，是长官嘛，党职大于公职嘛，书记大于这个市长、行政首长嘛，所以党职大于公职就是党国体制独裁政权的特色。全世界哪里还有？中国、北韩，包含苏联现在是俄罗斯，所以党职大于公职现在就出现在民众党这里，一天到晚讲人家独裁，独裁在他们协议 DNA 里面呢。不然的话，你解释陈志涵这个行为怎么来？没有人可以解释。唯一的正常政治学上的解释就是党国体制党权体制嘛，党职大于公职。那党职大于公职，它对民主的危害其实还好，目前为止是停留在空战声量以及不分区制度的滥用。当初开不分区是为了要大家说，除了选区之外，有一个专业任命的政党提名嘛。那当它被滥用的时候，变成吵架提名，谁忠诚度高？谁比较听柯文哲的话，谁愿意为民众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那谁就可以当立委。他就背离了一开始我们讲政府跟民选官员、民主国家应该要为全民负责这个前提。所以从不分区民众党的席次极小化，就是我们这个淘汰这种独裁政权的其中一个方法。现在战场是在不分区，目前是这个样子嘛。这个淘汰这种独裁政权的其中一个方法，现在战场是在不分区，目前是这个样子嘛。那民众党我分析过，我必须要承认，台湾是民主国家，各种组成都有。那我们自己开店做生意，或者是排队要买东西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拄点奥客。那奥客有什么特色？明明没有排队，却硬要说他早就来了；明明没有带钱，却说店家不打折。等到店家不卖他的时候，又在那边一哭二闹三怎么样的，坐在大门口叫大家一定要听他的。奥客刚好就是民众党，我就没有看过民众党哪一个人不奥客的。你们举一个例子，我被法院告了说，我在市场试踩飞轮300万，不是啊，
当初的台北市政府，我的民进党的还不是每个人吃干抹净啊，生囡仔没好过啦子孙没好过嘛。柯文哲呛整个民进党子孙没好过啊，你自己骑脚车收钱，然后呢，现在在讲说别人政治现金什么都有问题然后他们在吃手段比较好，你在乎政治现金，你会支持柯文哲吗？另外一方面，黄国昌明明是在禁制区然后集会游行，手架在警察局的脖子上，硬要凹成是他们是像是什么园游会一样，好像大家出来开开心心，这不是OK是什么？这尤其是这个法律相关的朋友们对这些人的见解就是知法玩法嘛。那到现在李珍秀不也一样吗？大家明明白白的讲说你要定位假设那个立法院那个执行台是一个定位，然后呢定位你要附上电话、姓名、身份证这个不行，因为这个资格不符不好意思资格不符，老大早就跟你讲资格不符了，你就硬要进来，然后硬要说我就有定位，是你们自己没有输入通过，我明明有定位说不是，你定位的时候写是否有外国国籍，你写否被我们查证说你可能有中国的国籍所以不让你进来。你们歧视陆配，鬼在歧视陆配，到底是谁歧视陆配？不要一天到晚拿陆配不要绑架陆配这2个字好不好？你离婚了呢，兄弟姊妹，你的问题在双重国籍，你一直要鬼转陆配大家你如果正面回答就。那大家也就算了就我有放弃过我放弃证明在哪里，我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民进党知法玩法，那这样那 OK 嘛？我觉得就一个过。如果你有道理的话，你都不用讲陆配了。如果你放弃国籍的程序正确的话，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处理干净，你都不用扯陆配2个字，你为什么要扯陆配？这个就是故意的嘛，这个就是那个网络上的梗图，骑脚踏车拿一根木棍塞自己的前轮，说都是民进党迫害赖清德独裁。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民贤前辈。如果翁小玲是对的，他根本不用去扯什么不附属中选会了，他就讲翁小玲是对的，当下就应该这么做。可是他为什么要鬼转其他的议题？李珍秀没有道理嘛？所以你看过去黄国昌也是这样子自己为什么黄国昌会加葱？他自己还自称自己是葱加葱是多难听的多难听的绰号。当年他会叫加葱的原因，就是他在明明已经大家协调完的法里面，硬加一个东西，加码。本来好啦，不然你立休啦，什么东西讲完，政府没有给7天假，我要去睡总统府，这个叫加葱嘛。然后大家已经讲好了这个社会住宅补贴怎么样的抑制房价然后包含现在明明你看得到的新闻，包含这些房产专家网红，大家都会说房价被抑制了，房价下跌了，甚至有投资客断头了然后这个贷款不容易了，明明大家都知道你们当初在炒的人怎么不出来讲？因为租屋补贴、包租贷款到社会住宅，然后让大家租得起房，这他们不会讲的，但是他们会加码说盖得不够多干嘛？所以黄国昌过去就是用这种加码，然后假装被害者。李珍秀也是他绝口不提双重国籍的事情，绝口不提双重国籍的事情，硬要用陆配来盖那你如果他一个人的话，那也就算了他的个人行为没有呢。柯文哲也是强调陆配，黄国昌也在强调陆配。我要提醒一下，你是前陆配，好不好？你是前陆配，我们在争执的也不是你是否是现任陆配，我们在争执的是你是否现在有双重国籍。所以呢，国民党廖先祥吧，廖先祥，如果护航李珍秀是有道理的，他都不需要讲那么委婉啦。如果护航李珍秀是有道理的，他见面他不用等党团，那个以博雅的推论是他在等党团，不需要。我坚决捍卫李珍秀的咨询权利，他怎么不敢这样子讲？他为什么不敢讲？他也在等指令，他知道这个人有争议如果是有心人李珍秀8%对我民进党的这条钢牌有李珍秀这存，我记名廖先祥先宣誓，无论如何我要捍卫什么蛙哥的立委的权利，他怎么不敢讲？我们要尊重行政官员呢？看遮我还以为李博义讲的嘞。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讲？他知道李珍秀有争议，他知道国民党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全面跟李珍秀或民众党配合，这个才是他们的政治盘算嘛。所以逻辑很简单，不管是从程序委员会到李珍秀的议题，这一些都是蓝白用不同的角度，刚好一个是主战场，就是他们有召委有人数优势，然后可以跟民进党大军对干，以正合以奇胜嘛。那另外一边就是出一些小题目，他可能没有办法拿到51%的选票，这就是为什么李珍秀议题他明明民意反弹那么大，可是他却要在那边弄，因为这个窍门开了，那
他的这个议题就顺了，他接下来可以在其他的战场上继续用这种方式，用2成的民意去爆破5成的，他只要能够击落民进党战机，不管他拿的是石头丢飞机，或者是什么样各种科幻画面，这个就是抗日神剧的剧情，就是我以卵击石，而且我成功打破之后。那你国民党要不要听我的？它变成是蓝白的一种权力竞逐，那求表现的一个机会。所以民众党坐实自己是小蓝，他们的政治目的就是摧毁民进党，并没有，已经没有再跟你提什么。你叫黄国昌出来话，哦，这个是新北生活圈，哦，这个是新店生活圈。你说那种我国小的啊，我别我国小的时候简报技巧就比他好了啦。你在那边什么泰山生活圈要干嘛？没有道理，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正面的东西了。民众党现在剩下的就是做影片，然后闹事，然后在各个议题上击毁民进党。在这件事情上，他能够获得国民党最大的青睐，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我很有存在感，我有舞台。但是他如果做其他，去逛夜市，也没人在看呢。然后鸟蛋吃一吃，再回去沾那个酱料，也没人在看呢。回去开直播的时候说这个对不起我怎么样我民进党就是怎么样背个，也没人在看呢。所以变成没有人无人闻问的主席跟前主席，剩下的就像他们讲的，只剩下李正秀这个梗了，不得已只好被他绑着玩了。明显，国民党是被巴西绑架带着走吗？这些议题，其实柯文哲也知道民调，因为大家都看得到民调嘛。每一份民调，李正秀这个议题大概都是超过5成以上，大家觉得不适合啦或什么。可是为什么一定要盯着这些？好了，那可以直接跟观众朋友讲，如果要是不是柯文哲转念，这件事情一定大概就一直这样下去了。大家不在讲等中选会，要提那个4月17号来决定要不要当选无效之诉。然后今天又讲说，因为中选会这次提7席，然后绿营的3席都被干掉，然后接下来就是蓝营跟白营的4席。加上现在中选会的4席委员8席，那你告诉我投票表决到底要不要让过？然后大家然后现在是庄瑞雄委员讲说现在就4比4，那就看游盈隆他是主席，他是主委，看他这票到底要站在什么地方。可是他就算站在那边，除非他要过来，那就变成5比3。对，然后等到4月17，然后再开始决定要不要提当选无效之诉。如果决定打个官司，打个半年以上正常吧。那算一算李正秀的任期1年，如果以1年来算，就如果要是没有提出资料，也差不多这样。所以中华民国这一整年，台湾这一整年就是要这样吗？除非柯文哲转念，为什么柯文哲不转念？第一个，柯文哲说过半的民调不，他们自己做的哦。老蒋，你用这个民调在解释这个议题，我也不认同柯文哲的讲法。你说用民调多数不认同陆配担任立委。这个否定就是说，刚才讨论好，现在包括很多人谈，包括民党朋友在讲说，就说李正秀这是双重国籍的问题，好吧？你认定两岸是双重国籍，你拜托，对明仔开始宣布台商去大陆不准拿台胞证。你就叫台商去迄个外交部办护照的，后盖去大陆你就删护照里面的啊，你看得到里面有。我大陆的包括其他的那个陆配来台湾不准拿陆台证，你就给大陆的迄个护照里面的啊。所以刚武哥讲了嘛，你把那个模糊的空间把它变成摊开来了，就说，所以陆委会也不是这样讲，陆委会其实都要thank you 讲啊嘛，就说。就是也解释啊，那不是国籍的问题啊，那是在台涉及有没有满10年，户籍有没有满10年的问题啊。所以现在中学认定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放弃那个户籍的部分、除籍的部分，所以是在涉及有没有满10年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国籍的问题嘛。所以认定来中学认定说，当初就职那个到底那个就说他的那个当选资格到底有没有生效嘛？所以。我觉得还有包括民进党的扎伟李博也曲解了韩国瑜的讲法。韩国瑜讲法是说，目前是他在朝野协商的时候讲说，事实法律有待厘清，可是，在相关事实查明跟司法最终审判前，李正秀已经宣誓就职了，他的立委职权是应予以尊重。就说他质询、答询应该有那个权利啊，除非你中选会剥夺了他的权利，或司法剥夺了他的立委权利之前。他应该是身份是没有问题的嘛，所以现在变成说你民党完全都不配合啊。第二个，你把它认定说是两岸是两国关系，跟美国一样，跟日本一样。后啊，另外呢，你就把其他的措施都变成跟两岸措施变成跟国际关系一样啊，那会不会乱掉了？就现有的对国民党来讲，就现有的情况底下，两岸还是特殊关系嘛，你还是没有办法用国与国的关系。那明天接下来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在等待中选会。
中选会认定嘛。啊，你表决出来至少一个遵照的规则。中选会如果照这样，他只会去提当选无效之诉的话，那你就等着时间。我就讲这一整年就这样过去了。我就知道要判决出来。如果中选会做一个决定之后，那民进党你一样就不答询。我觉得看民意会站在哪里，我觉得中选会觉得李珍秀没问题，因为通过的委员里面是蓝白的多了，对啊。阿苗，你这样讲不公平。尤一农是国民党提的吗？是民众党提的吗？尤一农是赖清德提的啊。所以说尤一农，他担任过民进党的副秘书长这是建议领导多那你说那是绿的吗？那蓝的？所以这个议题，我觉得还是一五一十这样讲了。所以我们有人可以把没有诚信讲的这么自信大声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包裹他。我觉得李珍秀也不能说绑在说这是蓝白合或怎么样，或被白银绑架了。这议题老讲还有你说咬耳朵是这样子了，民众党这递补上去了，老讲很多对立法院运作没有那么熟悉了所以我觉得该上课还是上课。你有看过立法院助理这么大大方方站在旁边咬耳朵的吗？而且你有看过吗？没有明显，我不知道，明显，我不是说咬耳朵对了，我说你有看过吗？明显，他们该应该是说这个助理是只要往右靠一步就可以讲话了，而且可以把讲话内容给记者。没有，你知道立法院以前发生冲突的时候，助理参战，你知道吗？参战完了以后，你也有跑进去。立法院就规定有一段时间那个会议室助理都不能进去要搞清楚一件事，立法院有个规则党团主任陈志涵嘛，书记，党团主任嘛，不要亏他啦。没有，我就请他回去看一下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室规则，请他看清楚。我就请他回去看一下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室规则，请他看清楚。请他看清楚。第2条规定设委员席，第2条规定是设委员席。第3条规定是设职员席及主席席。第4条规定是备询政府官员及社会有关人士，因为立法院可以邀请社会有关人士备询嘛。第5条是新闻记者以及请愿人员。这规则是你写的啊？这是立法院各委员会会议室规则，什么我写的？因为你够资深了。第7条第2项，会议开会时，非有席位及会场服务人员不得进入会议室。换言之是什么？助理不能进去。各议会都一样。立法院之前限制过助理，然后后面委员助理不方便了嘛。今天讲一句白一点的话，给你助理方便，你不要当随便。好不好？我今天讲一句话，当时如果陈冠廷就说所有助理给我出去，你们没有席位，你们全部给我出去，是可以的依会议规定你记不记得上一次？陈志涵也是冲到会议室里面，还拿了直播跟立委对呛。派委员对。这一次2个民众党的立委在跟陈冠廷在那边讲话，他也在那边插话，一直在那边。我想陈冠廷因为年轻嘛，第一次那个李博义嘛，年轻嘛，第一次。第一届的。要是我就说一句话，我在跟委员讲话，你插什么嘴？真的已经搞不清楚。请问一下。你知道你们国民党团主任是谁？那个江桂芳江姐那个你们民进党团主任是谁？我不知道。你有看过一个主任每天会议室跑来跑去，在那边讲话上新闻的吗？而且还可以告诉人家讲话的内容。所以我就说，真的说一句实在话，立法院韩国瑜助理还要管一管。我不是说助理不好。助理不要太逾越分寸。OK， 可是这整个来看，好，来阿苗，现在看起来的话，好，现在对柯文哲来讲，好，你说李珍秀这件事情看起来未来只有他能够决定说要不要，因为如果他掌实权的话，要不要换？但是李珍秀这个先不管，因为看起来大家还在等，包括明天委员会是怎么样，每一天都在看这些剧嘛。但事实上326很快就到了，大家都在看326。好，第一个最新的消息，台北地院就一如大家所讲嘛，台北地院就驳回柯文哲申请嘛。
那今天已经驳回了。那柯文哲大概心里也有谱，所以他那时候也不讲说他去不去无所谓。奇怪了，他说他去不去无所谓，那是陈佩琪他一定要去或什么，反正已经被驳回。但是这整个案子最近他又一直不断讲，连圣惠连橘子都讲出来，是还突然脱口讲一个，如果他是橘子，他也会等到一审判决以后再回来。这句话适合吗？相当不适合啊。可是问题是我们判断适不适合，是从对柯文哲有没有利的角度。就是说，假设我们今天是柯文哲的幕僚，或是你是他的律师，你一定劝他少讲这些，因为你看柯文哲最近呢，他有讲说他要申请解除禁管嘛，他要去日本参加儿子毕业典礼嘛，然后一面又各式上节目啊，然后在公开场合又讲说司法已经不被信任，然后又讲说，这个橘子不是逃亡啦，是我把他骂了，他不高兴，他去日本读书啦。然后又讲说，如果我是橘子，我也不回来，我怎么会傻傻的回来？不然像李文忠那样子，我也等到一审判决下来。他讲这些他越讲这些，他真的能够解除禁管去日本的可能性就越低，本来就很低了，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嘛，哪有说贪污重罪，然后宣判前2天让你带电子脚条出国，以前没有这种案例。几率本就低，可是他的公开发言却让他解除禁管的几率一次比一次低，所以今天法院说不能去，其实这叫意料之内，情理之中，一点也不意外。但为什么柯文哲要这样？他智商是157，他自己讲，那为什么他要做这种对他不利的事情？很简单，因为实际上法院不让他去，对他的政治是有利的，所以他在营造这样的氛围嘛。你说，你看他的这个说辞如果说今天这个检察官真的认真一点，真的用力一点的话，把他这些在外面的说辞捡起来，搞不好又可以再送一份状进去。包括他讲橘子是去日本读书，这句话大有问题。你真的去读书的话，你好歹读什么学校，有人会知道吧？就算你只是去上一个语言补习班，你在哪里补习，你家人知道吧？结果橘子的家人到现在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一看就知道不是去日本读书，结果你共同被告柯文哲在讲说，他是去日本读书，这一看就知道是有问题嘛。那第二个就是你现在还在扯说，如果我是他我也不回来，这句话不就是显示你也有逃亡倾向吗？黄国昌还帮你讲那么多，说柯文哲不会逃亡啦，他哪是会逃亡的人，他哪是怎样？结果你自己讲，我是他我也不回来。这个不是打脸之前帮你辩护说你不会逃亡倾向的人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他要营造的是他在宣判前一次又一次，他宣称对司法不友善对待。今天台北地院说不能去，那台北地院用的理由是说，因为台日之间没有司法互助，也没有引渡，所以如果说在日本有人跑了，很难抓回来。OK， 中规中矩啊，用这个理由中规中矩。那可是对于他们来讲，马上又拿到一个你看这个司法残酷无情啊，连这个天伦父子天伦都要禁止，然后这个东大博士班毕业，一生可能只有一次，就要错过这个场合什么的，这些马上晚上的时候，我们节目一边在播，网络上这些说辞一边就会出来。那为什么营造这个造势？选举要造势，柯文哲把这个官司当选举在打。你去看他之前的那些铺陈，其实司法对他来说不重要了，因为他现在自由之身他只要能够在外面爬爬照，官司还没定验，就算有罪也还不会进去服刑。所以他现在打的叫做政治之战。所以大家放心，326的判决一出来，如果是无罪，他当然高喊说：“法院还我清白。”然后这个林俊彦、北检、赖清德通通出来负责嘛。如果有罪的话，不用担心，他们不会跟你去讲解那判决全部，抓1-2句话出来说你看司法迫害，法官跟检察官是一伙，句码很好预料。关键点是在于说，信者恒信，不信者很不信，那信的人还剩多少？现在他只要抓住不用多10%就好，他抓住10%的信者恒信，这就成为他在蓝白的互动里面持续的跟蓝营要东西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所以他现在的这些铺陈不意外了，到最后一定会继续往司法迫害这条路继续坚称、继续铺陈下去。三哥，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柯文哲对刘永改去他们那个场子，然后会出现搞到副秘书长要请辞这样子？还有一个是，有媒体问他，
有没有绿白合的可能性？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直接说蓝白合都是被赖清德逼出来的，为什么要逼这个？然后直接回答这一块。那柯文哲他逻辑很简单嘛，不管是他引述的隆中对，或者是这个过去君王的概念，他一定想要自诩诸葛亮或刘备嘛，来个3分天下嘛。那3分天下的条件就是你要不断的跟两边冲突、作对、合作、进步、妥协，所以你要有两边的互动嘛。你现在请问一下，跟民进党还有人要跟你互动吗？跟你讲话的不是被你栽赃，你千万不要问洪建议，没，我都不敢。我只有3个字，对，因为他只有3个字，做没搞。好，这3个字算非常的文明跟文雅，很多人的3个字都是另外3个字。那所以柯文哲现在被黄国昌玩到他的弹性疲乏嘛，就。过去民众党之所以能够做第三势力，是因为它的灵活嘛，它可以在某些议题或某些选区跟不同的对象达成竞争合作的机会。关羽虽然水淹襄阳，最后也兵败麦城，就是成也在那个地方，败也在那个地方。民众党的软肋就是在跟民进党的合作过程之间失去弹性的。民党现在兼并亲野嘛，那他兼并亲野啊，然后柯文哲又讲了焦土政策。对方坚壁清野，你又焦土政策，这个叫兵败3000里，就兵败300里就往后退了嘛。你那边我过不去，我还自己放火把城烧掉，既没有管道窗口可以联系，对方也完全不信任你，那你被迫就只能怎样退守益州啊，就留在成都嘛。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你要去拿国民党想要拿的。那我问你，国民党他的重兵，他一定是放在边境，他不会放在皇城嘛？所以他的重兵现在在哪？在台南、高雄啊，所以现在诸葛亮要七出祁山，然后就一直撞到司马懿。虽然我不想这样子讲了，谢龙介跟司马懿比，算稍微侮辱到司马懿啊，跟司马懿的后代说声抱歉。但是他就只能一直去撞嘛，他一直去撞啊，撞到后面，你看现在蔡壁如讲什么？去南部选邮票，然后南部的民意代表、民众党的人说啊，柯文哲要来台南、高雄啊，谁不知道台南、高雄难选？对蓝白阵营来讲，那又何况蓝白刚好在那边又有人。其实民众党最想要的是什么？3个省辖市，过去叫做省辖市，台语叫做先甲区。新竹有没有被拿下来？拿了嘛。基隆是不是蓝白合？有了一个副市长嘛。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嘉义。偏偏兵不够，将不足嘛。派一个阿凯啊去那边，他一落地哦，根本没有人在意他是不是嘉义人啊。远远看就觉得，你是来干嘛的？讲难听一点，议员都选不上。嘉义市你知道有几个民意代表？25个，我上礼拜才去啊，我去了解一下现在的状况嘛。25个民意代表选一个人最低选票3000票，什么意思？25个民意代表选一个人最低选票3000票，什么意思？明显你选上多少票？请教一下。2万票，所以你4年的时间平均分给这2万人，你的服务的每个人平均分配时数大概就是那样子。当2万变3700倍，什么意思？那个结构啊，你唔免底下卡的要拨那个软个亲像泥浆摔跤啊，那大家才有办法把那3000票那一票的重量都非常重嘛。啊，你张继凯去就要跟人家拿票，就要劝退那一位翁医师，你把翁崇金当怎么样吃素的啊？他们是亲戚嘛。好，那。蓝营要怎么派那是他们的事情，那白营的战略目标就是好啊，我要来嘉义看哇，这个民调吧，你知道对柯文哲的心情来讲啊，南下的列车就像他的喜怒哀乐的程度啊，他越往南心情就越往南哈，他的车就感觉他往南部走的时候会有一朵乌云跟着他的车子跑，然后他就觉得哇心情不美丽。那来到台南，那当然就会觉得说到台南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事实上。民众党在柯文哲选举的时候，我跟你讲了，柯文哲现在到处跑，一定是拿他当时选举的民调在看嘛。所以他去到台中的时候，他一定很喜欢北屯，为什么？20几%的人支持我。他去到台南的时候，他一定会想说，哦，东区哦，或者是哪里哦，那个民众党的比例比较高，这个叫做民众党本位主义嘛。可是呢，当被黄国昌完成蓝白一体的时候，对民众党的支持者或民众党党员来讲，他会失去那个幻觉。他们也有同温层效应啊，但是同温层效应到底是白的同温层还是蓝白的同温层，做出来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嘛。所以一定会有民众党觉得，哦，我在台北好像也过得不错，哦，我好像在台北有很多支持者，看贵，台北是蒋万安是蓝大于白大很多，民众还第3名呢。所以对台南的蓝白同温层支持者来讲，
谢龙介很好啊，你看谢龙介也会开直播，谢龙介也上节目，谢龙介也会骂绿营啊，谢龙介又选一届，花招百出啊。可是对柯文哲来讲，他要经营的是谢龙介吗？有没有这样？怎么不叫谢龙介加入民众党？对柯文哲来讲，他要经营的是他的议员能不能登陆，然后他能不能延续他的政治生命，有更多的影响力。他想的都是这个嘛，甚至不好意思讲，能不能我骑脚踏车的时候多一点人来看我嘛？不然我骑脚踏车很孤单嘛，对不对？所以他想的跟民众党基层党员想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就会死嘎场。那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在政坛的这1年多，黄国昌带去蓝营靠拢，这当然是一个事实。另外一方面，柯文哲要壮大民众党的心意，迟迟的没有办法让基层的感同身受。他们只觉得，因为他这个训练的过程只有讨厌民进党，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要壮大民众党的基本目标。OK， 其实有时候盛衰之间你很难想，像刚才 Thank you 讲说你说关羽拿襄阳，然后擒庞德，然后斩庞德，跟后来大义失荆州败走麦城，各位你知道差了多久吗？不到1年。很近。那个时候拿襄阳的那个时候是声势威震中原，所有的人吓死了。结果不到1年之间，结果就落得这个样，所以很多盛衰之间你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一些事情。专业举例啊。OK， 那好，可是现在看起来，来一战是第一个，张启凯有讲啊，如果嘉义、宜兰、新北如果都给国民党拿去，那蓝白合就破局啊。对。那可是又有人讲，黄章真的最近都没有在跑行程吗？对，只要阿北不放弃啊，邱明玉就不放弃他的牛肉面。邱明玉我看不要再盯这个了。这个有关系的，你看啊，为什么他在台南的行程里面特别举出啊，那个谢龙介不应该来这个民众党的场子啊，表示蓝白合中间还有一些东西要去处理啊。我要支持谢龙介，怎么可能你地方党部同意就可以，你的所谓的组织部的主任同意就可以，要来跟我柯文哲谈啊？柯文哲任何的东西他都得要换东西，要我支持谢龙介，你谢龙介来找我谈，你要给我什么东西嘛？另外第二个重点就是张启凯嘛，张启凯为什么说蓝白合啊？如果3个县市啊，宜兰、新北、嘉义全部都被国民党拿去啊？说真的啊，有什么蓝白合啊？就你们国民党选就好了。张启凯当然是在请了这个国民党嘛，就说你至少嘉义要让给我张启凯嘛，也表示张启凯的选情包含他的民调。看起来是赢不了国民党的翁寿良，他才会提出这一点，不然就比民调就好了。对啊，是啊，表示张启凯内心也知道他的民调可能跟黄国昌一样嘛，黄国昌都只有 9.88， 我就不相信张启凯会超过 9.88， 所以表示翁寿良，不要小看翁寿良，他一方面是翁同钧的侄子，他在基层上面有一些组织上面的实力，另外他还是柯文哲在选总统的时候嘉义县党部的主委，所以翁从良这个人本身就有所谓的翁寿良本身就有所谓蓝白合的这个形象在这里面嘛，所以为什么翁寿良宣布国民党提名之后，张启凯会急到说你们一定要让我啊，否则就没有蓝白合？但是这背后有一个。有一个人跟他讲要这么讲，因为这个人叫做柯文哲嘛，因为柯文哲是他的主委嘛。如果真的蓝白合这3个席次都被国民党拿去了，那我到底民众党可以获得什么？那我柯文哲可以获得什么？这些东西如果只是黄国昌自己为了搭自己不想选新北的台阶啊，然后3月14号跑去找郑丽文启动蓝白合啊，如果只是为你黄国昌自己不想选，然后你去送给把整个民众党送给这个国民党的时候，那民众党的小鸡怎么办？没有任何母鸡，难道只要靠一个柯文哲四处去跑行程，而你黄国昌都不跑行程吗？所以黄国昌不想选，大家都知道，他已经选不下去了，已经不是不想选，就是选不下去，从15%选到9.88%，那叫越选越低啊！而且今天周刊报道，他整个行程啊，新北很大，好不好？很大，没有人21天没有陆战的啦。全部不是所谓的政策的宣布，不然就是所谓的在网络上面的这些空战，都没有所谓的陆战行程。我们选举就好，这2个议员现在已经每天大概21个行程了。对不起，我插一句话，建议你会很简单讲一下，你刚过初选嘛？
那个时候你每一天大概跑多少行程？每天有行程就跑，不会挑行程，就怕没行程，就怕没行程，就怕没行程。候选人一天都可能21个行程，他是21天没行程啊。那现在民众党都陷入黄国昌要退的路线，跟柯文哲阿贝不放弃的路线2个路线之争嘛。那这个路线之争，当然国民党来讲最好黄国昌这个退的路线，毕竟他是党主席，所以这个国民党一定会不断的强调黄国昌才是党主席啊，你柯文哲是前党主席，我们跟黄国昌讲的才算。但是柯文哲现在看起来是实质掌握了整个党的组织跟国会的运作，否则不会李珍秀的问题都跑去问柯文哲，而不会去问所谓的黄国昌。OK， 但上公，昨天大家开始有那个包括马英九基金会发的那个声明。那个让很多人非常非常压抑，因为萧旭晨一直是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或者好像就告诉你说，去年年底他已经离职，然后2月的时候跟另外一个员工2个人都用完全办。重点是在他们发的声明里面还特别提到，接下来新的执行长那戴霞玲呢，包括操守清廉，所有这些，然后跟那个萧旭晨就直接讲，以后就他跟另外那个员工2个人，那所有的一切行为不代表基金会，切得非常决绝。有人直接讲说，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或是因为包括是因为跟萧旭晨跟郑丽文之间的郑丽文路线啦，所有这些是因为这些原因吗？还是前一阵子因为讲军购又讲了人家的主席是讲了人家的处长是个科长啦，还是什么类似这些言辞，是到底什么样一些原因？我觉得这个李明显应该知道的。你不要乱扯到我这里来。好。李明显应该知道的。你不要乱扯到我这里来。好，当然就这样了啊，就是说，之前办公室有一位经常跟着马英九很久的人，因为作风啊等等的问题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以后，他手头上知道一些事情，他就去找了一位重返马阵营的人。重返马阵营讲了很多事。当然，重返马阵营在2月25号吧，就马英九基金会开工，开工，那里面就出现了有些身份职业别让人很讶异啊，就竟然有律师进去了，而且律师不是马英九基金会的员工还有重返这个马阵营的人进去了。当然，他们之前做了什么？听说有查了一些账，有查了一些账，然后对基金会里面的一些人的薪水过高有意见，有意见，所以在25号那一天就很撂了一些狠话，撂了一些狠话，然后就是要萧旭晨他们走人，撂了一些狠话走人，但这里面到底所谓是不是真假？是不是你去说的那一些是对的？比如说说自肥薪水过高，但不对啊。当初马英九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找人的时候就跟他们说过，不低于你们现在职务的薪水嘛。然后有些经费是暂存在哪里，如何使用是讲好的，然后可能没有单据，没有什么的，所以有一些是就讲了，我要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可以成为理由啦。当然里面所以才会特别去写到戴霞玲那2句话，就是要反证另外2个人嘛，就要反证这件事情嘛，那当然，有些事情过去很久，有人忘了嘛，所以就变成借口，那刀子就挥出去砍人了嘛，重返马阵营的人就挥刀子了嘛。你不用看我，你不是有另外的版本？我没有啊，就挥刀子了嘛。就要他们走嘛，很坚持的要他们走嘛，所以你看，他们都说他们2月底完成离职手续嘛，
那我就说开工那一天应该是2月25号嘛，那一天是非常关键嘛，那里面有带着有善后的人去，有什么？然后有人说什么马英九家人认为他保护的太好啦，什么什么啊？那一个跟我所知是颠倒，是因为重返马阵营的人开始对他们下手的时候，马家的人认为这些人跟着马英九，平常也有在照顾他的生活怎么样？没有功劳有苦劳。对，到此为止，不要再衍生下去。OK， 也不要再衍生下去。那当然，重返进去的人带了一个高兴的人，然后好，那个也很有名的，事后大家会知道啦，也跟他说这个，也是跟那个重返马阵营挥刀的人说，啊，到这边就好了，不要再搞下去，就不要再弄下去了。好，那大家比较讶异的是2月底为什么这时候突然发了新闻稿？突然发了一个新闻稿哦。那反正就是重返阵营的人就觉得挣扎，就跟大家拉锯了很久，就说还是要对外说明，而且是确定用戴霞玲接执行长的时候，就一并发出这一个新闻稿。好，那明显我补充一个就好。旭成那时候接国民党副主席的征询的时候，他就请辞了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这个不是重点啊，讲重点啊，讲清楚，讲重点。那时候就请辞了啦，那时候也没有领薪水了啦，所以那时候都有跟党中央讲好了。那至于说旭成也都是认识的老朋友。我觉得说，那因为他后来也是，你不是跟我说跟我的版本有出入吗？没有啦，你不要超译啦，你都常常超译这件事情。刚才开录前的时候，他是不是说有版本跟我的版本？我看你讲什么状况了，就说你讲的太隐晦了，我觉得一般观众大概那你讲白一点。没有了，现在就是顺利交接嘛，就交棒之后，那就旭成现在的党中央嘛，他毕竟也是很稳重，那在两岸谈判主要也是国民党。明显，那请问一下，你不要一直看这些议题，或是像郑丽文讲的，从接主席以后的这些路线，对国民党年底的选战会有什么影响？目前第一个提名的部分要先处理好了，确实包括现在比较进入深水区的，譬如说嘉义市的部分，我看过之前大概12月的11月的，我看过民调。国民党的那时候有针对郑光弘还有翁寿良几个初选的，还有包括我记得应该陈家平另外一个议员都有做，那确实民调都还是落后给民进党的潜在对手了，所以这一部分我们要努力。第一个，如果真的在年底选举的部分，主要我们席次还是多了，6都如果真的掉了1都的话，就你们现在4都嘛，对，4都一定要保住了，那其他的部分如果有1都万一有什么闪失。这个指标对蓝绿都一样，对两党主席一样啊。你对赖清德，高雄台南一可能一个放我去吗？高雄台南输掉一个了，赖清德坐不掉了啊。对郑主席一样，如果4都输掉1都，任何1都的话，一样坐不掉。然后我看今天媒体有来报道说什么蓝白合的部分啊，什么对黄国昌说什么，有些蓝营议员什么认为说黄国昌的支持度还输给陈世轩。我觉得那是知名度，我觉得那是。很多感受问题，这两个不可能这民调这赶快嘛？譬如说我看过的民调都是黄国昌、李四川跟那个苏巧慧嘛，哪有可能把陈世轩拿来跟黄国昌这民调来的假霸雄赢？所以那很多这凸显说，假设了媒体报道是真的的话，代表说蓝营的议员、新北的议员可能对黄国昌有不同的想法或见解，这代表说未来对于蓝白整合的部分还要去努力啦。至于说选举，当然要靠除了空战之外，也要陆战啊。我之前听过朱立伦主席在选新北市长第一任的时候，一共新北幅员就辽阔，为什么叫300几万人？现在已经400多嘞。他都讲说三个月才跑完1圈而已，所以你知道选举哪有可能没有陆战？我来录影之前，我跟洪建义议员，我们才在二边碾香过来而已啊。同个行程就说陆战行程，红白铁都要不要跑啊？地方的组织要不要跑？地方的很多行程要不要跑？你说早上有没有？早上。我也常常跟建议议员在二滨看到一大早就遇到啦啊，跟录影前也遇到啊，你们有没有重叠的都有，所以这些你说要怎么跑，不是只有空战也要陆战，可是陆战相对的也要空战的实力啦。不，这如果照你们自己评估，因为现在像川习会有变数，因为美伊战争的关系，川普直接跟人家说，那你们如果不帮忙去那个弄那个荷姆斯海峡，那就延1个月，这个延1个月，那政习会不太可能会在4月，那如果要是再往后，对国民党有很多人那时候就讲要就早。不要拖到后面。那如果再往下，那怎么办？应该是说政习会，如果假设是在川习会之后，
那代表国民党习近平看你无啊但如果在川习会之前，好歹川习会之前的时候，他还可以讲说，你敢看，台湾最大在野党党主席都来我这边，我多重要。最大在野党党主席都来我这边，我多重要，所以他有本事、有条件、有筹码，可以跟川普画帕拉根。正习会不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变成是习近平的一个谈判筹码之间的一个小筹码？第二个，蓝白合不合不关我的事，但是蓝白合不合，我只能说蓝白合不合，你们国民党里面自己去查无里面的风暴。但是这一张大家看一下。看一下，明显看一下，这个左边这一位叫做我的左边这一位叫做宋楚瑜，右边这边是蔡英文前总统，那童子伟议长，还有林右昌前市长、内政部长，这其实就是凸显了一个问题，大家都会认为刚才所在讨论的马英九为什么讲萧巨腾，为什么讲之前的王光慈的问题，这就是没有人去支持马英九不帮郑丽文背书现在两岸之间的路线，那也就是很清楚的，是不是有变相的说他家里的人都是美国人等等，我不知道，这个因素再说。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一定要一直说戴霞玲品格端正啊，上面有微博？那你的意思是你的前两位所谓的办公室主任都不够端正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超译了，又超译了。这超译蛮好用的但换个角度回来，其实正习会这个部分在台湾，如果真的喜欢，那继续去吧。我们乐观其成。但你讲回来，这个自治诸基里面都凸显了郑丽文的路线是不能接受的。那你讲到新北市的一个选举，甚至于有蓝军的议员都讲说，蓝白合是要蓝白合。但蓝白和黄国昌不要来，找代理人来就好，因为黄国昌来会扣分，会扣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只能说蓝白之间包含所谓的嘉义市，包含所谓的基隆市、新竹市，如果真的要蓝白合作，民调最公平嘛。但看起来每个人心中都自有盘算。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国内的政局，然后反正包括像明天再往下，立法院会是怎么样？那地方包括蓝白之间又会怎么样整合？大家一定会关心。但对全世界来讲的话，反正现在我们的不管是股市，全世界的能源或什么都绕着美伊之间转。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打到结束？看起来目前看起来还是个没完没了。而且来一善是伊朗，你不要说他被打到，他已经耗尽了多少的飞弹了、无人机，他甚或动用了以前没动用过的泥石飞弹。没错，也就表示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还能打，而且他是直接跟。他们的外交部长还直接接受美国的媒体，然后视讯访问哦，他还直接跟那个美国媒体讲，我们没有要停战，他说他们没有要停战哦。是伊朗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泥石飞弹就是它是一个中程的弹道飞弹，然后有2000公里的实力，可以直接打到以色列了哈。所以这个飞弹呢，它重点是它的机动性的部署非常高，所以即使它发射完之后，它会不会被所谓的摧毁、所谓源头打击的原因是它的机动性很高的话，它随时就可以跑掉，打完就跑的时候，你的追踪跟摧毁的这个难度就非常的高嘛。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现在要召集各国来守护这个荷姆兹海峡，因为虽然在军事上，我们相信美国在军事上面的实力可以压制这个伊朗的这些相关的攻击，但是经济上面的问题是这个川普最重视的一个问题嘛，尤其油价会引发到这个国内的一个通货膨胀，那个降息的预期就可能会延后延后之后，整个国际的经济上面来讲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嘛。但是他说他召集了这个英法日韩跟中国，连中国大家都揪了，对啊，他说你不来我就不去中国了。川习会延后1个月这个国民党可能要主张一下台湾也派军了，因为川习会一延后，正习会就延后，这个选举就郑丽文是认为大利多了，那不知道国民党喜不喜欢正习会？可是大家都没有买单啊，是因为日本也说没有，然后澳洲第一个说不要，然后因为伊朗已经放话，伊朗直接放话说日本你只要在日本的美军基地拿去给那个以色列或者美国用，他就直接打日本。他把日本视为就像我打波斯湾旁边过，
那听到这个，谁会愿意要派啊？没错嘛，日本至少还有说我是自卫队哈，我的宪法的规定我就不能出兵哈，我可以用这个理由。但是你德西意为什么拒绝护航这个荷姆兹海峡？因为他们有替代方案，他们透过苏伊士这个油管就可以从地中海直接输。我不要走那里就对了，我不用这个走那边就好了，我不走红海，我不走这个地中海啊，不走这个波斯湾，我就没有被这个伊朗威胁的这个恐惧嘛，所以我的油源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来。所以德国、西班牙跟意大利就拒绝护航这个荷姆兹海峡，川普气炸，你们忘恩负义啊！所以对于整个川普来讲，全球的油价还是美国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刚才有讲到说，到底伊朗现在要不要谈和，或者是他们要持续攻击？这个伊朗内部其实也陷入了，我觉得两大阵营，一个是总统，所以他们外交部长说哦，其实外交部长曾经爆出说主动要找所谓的白宫特使谈停火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外交部长说哦，其实外交部长曾经爆出说主动要找所谓的白宫特使谈停火这件事情，但是现在重点是莫杰塔巴他的这个所谓的革命卫队支持出来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他们看起来是要继续打的样子，所以变成是有时候会传出说伊朗要继续打，有时候又传出说伊朗要谈和，这也有可能是美国自己内部释放的相关的一些讯息啊，希望谈和的人就会释放出伊朗希望谈和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嘛，我们大家都希望这个战争可以快速的结束，而快速结束的时间在于说，到底伊朗跟川普之间，尤其是川普，你的战争管理是什么？你是不是把他的所谓的反击能力摧毁掉之后，你这个荷姆兹海峡可以护卫它的安全之后，你就可以结束战争？还是你要做地面战把所谓的伊斯兰的革命卫队全部歼灭，你才要停手哦？这也牵涉到以色列的态度啦。以色列的态度是相对的硬，以色列的态度就是希望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的所谓的武力全部解除之后，对于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可以更为降低嘛。否则以色列会觉得说，如果伊朗持续有所谓的核武或者是这个对以色列的威胁的话，他们有一个叫做三孙选项啊。这个三孙选项就是核打击、核威慑，就是说，如果以色列的整个的国防的力量全部被伊朗所歼灭的时候，他们不排除这个启动这个核威慑。而这个大家都以为说以色列到底有没有核弹？其实在这个军事评估里面认为说，以色列其实大概有70枚的核弹，虽然没有记录在国际上面一个统计，但是一般的军事专家认为以色列内部事实上是有所谓的核打击能力的。但是我们还是不希望说伊朗跟以色列或美国之间会升温到如此的地步啦。但是我个观察是，如果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莫杰塔巴他的死讯现在还没办法证明的时候，那如果伊朗内部的人希望能够跟美国进行和谈，而在川普的这个选项里面，他如果可以把所谓的伊朗的对外的攻击的武力降到一定的程度，可以保护到荷姆兹海峡的安全的时候，我觉得这场战争可能用和平谈判来结束。OK， 来尚公，最后1分钟，请问一下，美国这次打这场战争，让大家也看到另外一块，你觉不觉得有点像打游戏？好，他们那个整个战争的打法，基本上大家看到，包括那些所有的画面，都是直接那锁定动一个下去就没有了。然后包括他们用的系统，所有这些，甚或好了，有人开玩笑讲说，打敌人就好像你就一个 Uber 轿车一样那种感觉。没有啦，当然用 Uber 轿车这形容的也太简单了啦哈，但是它基本上是这样啦哈，他们用的一个系统就是联合全领域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啦，就是它上面写的 JADC2 啦，好，他们这一个里面核心的软体哈，就是所谓的 MSS 啊，就是 Milburn 的 Smart System，就是刚才你看到底下画的这个大脑啦，这个大脑哈，它是系统啦哈。当然，它这个系统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它透过卫星啦，包括卫星、雷达、无人机啦、信号讯息，甚至于什么，只要有人在他的社群媒体说，我刚在伊朗什么地方看到一台飞弹那个发射车经过，
他们就会把这个东西收下去，然后透过雷达，透过你的那个通讯信息去抓你这一台车在哪里哦，就会标定为目标。当然，它这里面还有会把一些资料输进去，所谓的目标资料库，全部都会存在这里面。那这里面你一旦选定目标以后，它就开始什么，把所有以后它的全景象，作战的全景象绘出来以后，它第二个就是目标识别追踪。所以它会透过电脑的视觉影像等等，在影片里面抓，然后就追踪你这个目标往哪里走，它就一直追着你。OK， 好，它会追踪目标。那接下来就是拟定打击方案，就开始选说我要选什么武器，我要选什么武器最适当。所以你看像不像说Uber 在旁边有一些车子司机，他就把他司机 A 是 B21 轰炸机啦 ，B47是驱逐舰等等，他会选定。你看他说 AI 开始计算，选定的是 B21 轰炸机，执行。然后接下来以后，其实它的决策跟辅助的时候，它很简单，它的页面很简单，它叫统计版页面。你只要按下去，他选择的武器你认同，你只要操作员按下去，砰，它就出去了。非常就出去，然后操作页面也非常简单，所以它可以非常迅速的决定。OK， 我不知道下次叫 Uber 的时候会不会想象自己是在美国在处理所有战争的过程，也是用类似像这样所有这些现代科技。当然你说在所有的战争，透过这一次大家也发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不对称战争之下，包括我们台湾未来要怎么样去面对可能发生的冲突，应该用什么样一些角度？我相信是这次战争对我们，包括对全世界很多国家，大家都会在看待的一块。对国内来讲的话，那刚才讲到政坛所有内的发展，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秀明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